现在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个厨房，3.2米的这个开间，相当于呢这边砖墙要做到平齐这块位置，以后院把呢这边就没有这个房门进入了，我们的房门就从那边进入了，以后这边都要打上院墙。这是3.2米过去，这边过去呢将近是4米多，这样的一个10多个平方的厨房。在里面还有个厨房，外面也有个厨房。一般有些朋友过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边，煮点饭，在这里吃饭也是比较方便的。厨房过去的话，这一整块就全部做一个院把了，尤其是这棵樟树底下，到时候可以放上一些座椅板凳，在这边乘凉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个空间，我觉得还是应该挺不错吧。木匠师傅个人。先用石灰画个线，线内的全部都要给它挖出来，做一个基础。大概画一下这个样子就行了，然后把基础给做出来。阿给我钱不用出来给，你把剪条红子都，你把位置割出来嘛就行了嘛。这边呢还要做一个台阶，以后我们的这个入户的楼梯踏步就在这块位置了。这个基础已经做得快差不多了，我们是挖了一条深沟，然后从里面埋了一些石头，再把水泥砂浆倒进去，就像这个样子。最后面呢要打一个水平，那边的砖墙我们基本上就沿用以前这栋房子的砖墙，相当于这边要砌3面砖墙，连接着那边做一个大概10多平的厨房。大哥自己也说了，这个厨房不要做得多大，也是一个户外的厨房，有朋友过来在这边，就是说煮个饭吃，然后大部分的空地呢还是留着做院把，毕竟以后，院把呢是更为重要一些，在这里喝茶啊、乘凉啊、聊天啊都要在院把里面。看，昨天下了雨，今天又有一些大哥上山来捡蘑菇了。其实这段时间只要一下雨，天天都有人捡蘑菇。然后这边的位置是打算做一个鱼池的，但是整个场地好像并没有多宽啊，到时候再给大哥做一个建议，要不然这个鱼池就别做了吧。反正做个鱼池我们要耽误一些工时，对不对？现在师傅要打一个水平，因为这边要砌砖的，所以打这个基础，基本上要把这个水平给打出来。我们准备把这个院子全部打好分离土，再来砌这个围墙的砖。事先要把这个基脚给做好，那个位置已经高了。现在师傅们的变化还是很大的。前2天我是叫了2个师傅回去休息了2天，回来之后啊，焕然一新。现在每个人好像都找到自己的一个点，也就是在做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，知道该去做些什么，不该做些什么，就不存在一些乱工的现象了。每个人都各负其责吧。现在5个师傅同时一起来和水泥砂浆，这样子要快一些，基本上大家都没有休息的时间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
堆放材料的时候，已经是把这个场地给了钱，所以现在我们在马路上和水泥砂浆，也没人说我们。平时这边过往的车辆是非常少的。其实，在大山里面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像我们村，如果是堆放一些材料的话，基本上是没人说。但是这边呢，毕竟我们是外地人，当地人时不时过来还是找一些我们的麻烦嘛。当然这也可以理解，毕竟是占用了别人的地方。以前这片山呢是种植花椒的，这个花椒老板在这里承包了将近100亩地，种植花椒。然后呢，一场冰灾把花椒全部冻死了，之后呢就再也没在这边继续做过了。但是租地的时间还有20年，所以我们也在考虑，等房子改造好了之后，准备把这边的地全部给租下来，后期在这边做点种养结合的。毕竟在这里生活要考虑赚钱，要考虑养活自己。为什么我们这面砖墙一直不砌的原因就是这样子，因为这里呢要做基础，把围墙砌了，这些材料这个位置呢就没办法转移过来了。娘大有了脖子没吃进去了，你这对了。那没得好管他的。断了，现在有的。哦，这是啊。这是楼梯踏步的尺寸，长度是2.4米，高度是17，踩面是30公分。这个厨房虽然没多大，但是所用到的材料确实非常多的，大概10来包水泥，然后加上这些沙子，还有很多石块，全部填进去了。有的高的，有的低的，都要给它填平，然后打个水平出来。做这个基础呢，虽然麻烦，但是对于后面的这个厨房整体的这个承重力呢要好得多。毕竟呢，砌房子嘛，对不对？基础要打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